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襄阳保卫战。公元1267年，南宋的命运走到了悬崖边。这并非一种文学修辞，而是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在这一年，蒙古帝国的战争机器在经历了蒙哥汗之死的短暂休整后，由新任大汗忽必烈重新启动。这一次，他们的目光锁定了一个名为襄阳的地方。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像襄阳这样独自承担起延续或终结一个王朝的重任。它位于汉水中游，南通江陵，东看武昌，西带秦陇，北平中原。对于偏安江南的南宋而言，襄阳是长江防线最坚硬的锁链。一旦襄阳失守，长江天险将形同虚设，蒙古铁骑便可顺流而下，直捣临安。古人云：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此时驻守襄阳的是南宋金胡制置使吕文德的族弟吕文焕，他将在这里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进行长达6年的殊死搏斗。这6年不仅是两军的对垒，更是两种文明、两种战争思维、两种技术体系的巅峰对决。然而，这场战争的序幕并非以轰轰烈烈的攻城开始，而是始于一个阴险而高明的战略欺骗。蒙古军队的统帅阿术采用了南宋降将刘整的计策。刘整深知宋军善守，如果强攻坚城，蒙古骑兵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且会重蹈当年蒙哥汉者挤掉虞城的覆辙。于是刘整提出了一个令南宋绝望的战略：不攻城，只围城；不打消耗战，打封锁战。蒙古人先是遣使向宋军提出，要在襄阳城外的鹿门山设立榷场、贸易市场，以此麻痹宋军。吕文德作为主帅，轻信了蒙古人的善意，默许了这一行为。殊不知，蒙古人借着贸易之名修筑的不是市场，而是坚固的军事堡垒。当宋人反应过来时，一道铁钳般的防线已经卡在了襄阳的咽喉上。吕文焕面对的局面是逐渐收紧的绞索，但他并非等闲之辈，他手中的襄阳也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城市，这是一个极其严密的防御体系。汉水将这一区域分为2部分，南岸是襄阳城，北岸是樊城。两城隔江相望，通过江面上架设的浮桥和铁索相连。这种唇齿相依的格局是防守的核心。若蒙军攻襄阳，樊城可出兵侧击或输送补给；若攻樊城，襄阳亦然。只要浮桥在，两城就是一体的，汉水防线就是活的。吕文焕的防守艺术首先体现在对城防设施的极致强化上。襄阳的城墙经过多年的加固，已经不仅仅是砖石的堆砌。宋军在城墙上构建了密集的敌楼、战棚，城外挖掘了宽阔深邃的护城河，河底甚至布满了暗桩和铁蒺藜。在常规武器方面，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单兵与重型远程武器。最著名的莫过于神臂弓，这是一种脚踏上弦的重型弩，射程可达300步以上，足以在蒙古骑兵发起冲锋前穿透其重甲。此外，城头还密布着3弓床弩，这种巨型弩机需要几十人脚轴张弦，发射的标枪甚至能钉入城墙，士兵可踏杆登城，而在防御中，它就是一击必杀的死神镰刀。更重要的是火器，虽然那时的火器尚未达到后世的威力，但南宋守军已经大量装备了震天雷和突火枪。震天雷是一种铁壳炸弹，内装火药，引爆后声如雷鸣，破片横飞，对于从未见过此类武器的蒙古士兵和战马具有极大的心理威慑力。战争初期，阿术指挥蒙古军队尝试过数次强攻。每一次当蒙古军队填平部分护城河，架起云梯蜂拥而上时，迎接他们的是从天而降的滚木雷石、金枝、煮沸的粪便，以及泼水般密集的弩箭和火药弹。襄阳城就像一头浑身长满刺的巨兽，任何试图吞噬它的敌人都会崩掉满嘴獠牙。蒙古人很快意识到强攻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开始执行刘整的长期围困计划。他们在襄阳四周筑起长围，切断了陆路交通。紧接着，蒙古人开始针对他们最不擅长的领域水战进行特训。阿术下令在万山一带训练水军，打造战船7万艘。
这是一个恐怖的信号，蒙古人正在进化。他们不再是只会骑马射箭的草原战士，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两栖作战的大师。随着蒙古水军的成型，汉水这一襄阳的生命线开始变得危机四伏。时间推移至1271年，围城已持续数年。襄阳城内的物资虽然储备丰富，但也经不起只出不进的消耗。食盐、布匹、firewood 逐渐短缺。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孤立感。城外的堡垒越修越多，蒙古人的包围圈像蟒蛇一样越缠越紧。南宋朝廷并非完全坐视不管，但在权相贾似道的把持下，大规模的主力决战始终未能发动，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悲壮而规模有限的救援。其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二张元乡的壮举。张顺、张贵两名出身民间的义士召集了3000名视死如归的志愿者，他们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物资，更带来了必死的决心。1272年5月，这支敢死队将物资装在战船上，每艘船都装备了火枪、火炮、劲弩，士兵们身穿红袍，并在铠甲上专门标记死后辨认的记号。突围战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打响，张顺、张贵率领船队趁着夜色，如利箭般刺入蒙古水军的封锁线。这是一场惨烈至极的水上混战。蒙古舰队利用庞大的数量优势层层阻截，宋军则利用火器和死战不退的精神强行冲撞。江面上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动百里。最终，张贵率领部分船队浑身浴血，奇迹般地冲破重围，抵达襄阳城下。当城头的吕文焕看到这支满身伤痕的援军时，这位铁血守将也不禁泪流满面。这一刻，襄阳的士气达到了顶点。然而，代价是惨重的。张顺在突围中失踪。几日后，守军在打捞战利品时，发现了一具身中4箭6枪的尸体，依然怒目圆睁，手持战刀，那正是张顺。吕文焕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城军民皆以此为精神支柱。但是，英雄主义掩盖不了战略上的劣势。张贵入城后，曾试图策划内外夹击，打通粮道。但由于计划泄露，一说是因为被俘的宋兵泄密，张贵在随后的突围战中遭遇蒙古大军的伏击。他在身受重伤、力竭被俘后拒不投降，最后被蒙古人杀害。2章的陨落，标志着襄阳最后一次获得外部直接补给的努力宣告失败。从此，吕文焕和他的襄阳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岛。战争进行到1273年，相持局面让忽必烈失去了耐心。5年了，一座城池阻挡了世界征服者5年。为了打破僵局，忽必烈向他的侄子波斯伊尔汗国的阿巴哈汗求援，要求派遣最好的工程师。历史的转折点，随着2个穆斯林工程师阿劳瓦丁和伊斯马因的到来而出现。他们带来了一种在东方从未见过的终极武器——配重式投石机 （Counterweight Trebuchet）。在中国史书中，它被称为回回炮或襄阳炮。在此之前，中国战场上使用的主要是人力抛石机 （Manpower Trebuchet）。这种武器依靠几十甚至上百人同时拉动绳索，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块。它的缺点很明显：射程近、精度差、弹丸重量轻，通常几十斤，且需要庞大的人员协同，容易疲劳。而阿劳瓦丁设计的配重式投石机，利用巨大的重物箱装满土石或铅铁作为动力源。当重物箱落下时，长长的利臂会将另一端的弹丸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抛射出去。这种利用重力势能的机械不仅射程远，可达数百米，而且弹丸重量巨大，可达150斤以上。最可怕的是它的精度极高，只要调整好配重和利臂，它就能反复打击同一个点。1273年初，蒙古军队在樊城城下架起了这种巨兽。第一块巨石呼啸着划破长空，带着死神的风压砸向樊城。史书记载，激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7尺。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破坏，更是心理上的和打击。宋军引以为傲的坚固城楼、战棚，在100斤巨石的轰击下如纸糊般粉碎，樊城瞬间变成了地狱。守军的遮蔽物被摧毁，蒙古神射手和突击队随后压上。
失去了城墙掩护的宋军在废墟中进行了最后的巷战，但技术的代差已经无法用勇气来弥补。樊城陷落，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为了彻底击垮吕文焕的意志，蒙古人切断了连接襄阳与樊城的浮桥，并将樊城守将的尸体和屠城的惨状展示给汉水南岸的襄阳守军看。吕文焕站在襄阳城头，看着对岸的火光和废墟，看着那些曾经互为犄角的战友惨死，他知道战争的性质变了。樊城失守后，回回炮的炮口调转，对准了襄阳。第一炮击中了襄阳城的桥楼，巨石轰然落下，楼橹尽毁，声如雷霆，全城恐慌。这不仅仅是城防的坍塌，更是长达6年心理防线的崩溃。吕文焕面临着最后的抉择。这6年里，他做到了极致。他组织百姓屯田，缝补衣甲，他精细分配每一粒粮食，他无数次亲临一线激励士气。他没有像某些宋朝官员那样弃城逃跑，也没有在困难初期就动摇。他是真正的守城大士，但他也是人。此刻的襄阳，外无必救之援，内无果腹之粮。衣服破了只能穿牛皮，柴火没了只能拆房子。士兵们面黄肌瘦，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就在眼前。而朝廷呢？贾似道依然粉饰太平，皇帝依然身居宫中。忽必烈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他没有选择屠城来报复6年的阻挡，而是派出了已经降元的吕文焕旧部，甚至是他在元朝当官的亲戚在城下喊话：此时投降不仅保你官职，更保全城百姓性命。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陷阱。继续抵抗，结果注定是城破人亡，所有人都会死在回回炮和蒙古屠刀之下，成就的仅仅是吕文焕一个人的忠义之名。投降虽然背负千古骂名，但能活下来几万甚至10几万的军民。史书记载，吕文焕在最后时刻北向再拜，浩气不已。这种哭泣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委屈和绝望。他不是因为怕死而降，如果是怕死，他坚持不了6年。他是因为绝望，对朝廷的绝望，对局势的绝望。1273年2月，吕文焕开城投降。襄阳之战的结束，标志着南宋灭亡的倒计时开始。这座坚城的陷落，产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长江防线崩溃，南宋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更重要的是，吕文焕的投降带动了一大批南宋守将的倒戈。因为吕文焕作为坚守6年的英雄都降了，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回顾这场长达6年的攻防战，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关于守城艺术的核心要素。体系对抗胜于孤城死守。襄阳之所以能守6年，靠的不是一座城，而是襄阳樊城的双子城体系以及汉水的水运补给。当蒙古人通过建立水军和切断浮桥打破这个体系时，防御就瓦解了。技术的决定性瞬间，在冷兵器时代，防御方通常占优，但回回炮的出现打破了平衡。这告诉我们，当一方引入了降维打击的新技术时，传统的战术和勇气将变得苍白无力。心理战是最高的攻城术，蒙古人从最初的强攻转为长围，再到最后的劝降，始终在攻心。切断补给是攻其身，展示樊城惨状是攻其心。吕文焕的心理防线是在绝望和道义的夹缝中崩塌的。战略意志的较量，南宋朝廷在战略上的短视，如贾似道的隐瞒军情和救援不力，与忽必烈倾举国之力，甚至调动波斯工程师的决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战争从来不仅仅是前线将领的事。吕文焕的6年是一部悲剧的史诗，他展示了古典守城战术的巅峰，深沟高垒，强弩火药，水陆互援，但他最终输给了时代的洪流。当我们回望历史，站在襄阳古城的墙头，似乎还能听到那6年的风声鹤唳。那不是简单的胜负，而是一个古老帝国在落日余晖中最后一次倔强而悲壮的喘息。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